心口发慌的厉害，江澄颤抖着手扑上去将那白团翻过来，果然是魏无羡，很小的魏无羡。小孩本就雪白的小脸蛋，此刻煞白的冻得泛青，往日滴溜溜的圆眼睛闭着，睡着了一般。衣服湿哒哒的贴在身上，瘦小的身子安安静静的躺在那里，像朵沾了水的棉花，软趴趴的。江澄急忙拖着那小小的身子，将人抱到怀里，却在那湿漉漉的小脑袋的后脑处摸到了一手的粘稠温热。江澄一哆嗦，摊开手掌，嫣红的血液格外刺目。不是他的，是魏无羡的。小孩浑身上下都凉透了，那么小的一团，惨兮兮地躺在他怀里。江澄慌了，拍了拍那发青的小脸蛋，魏无羡，魏婴，醒醒，醒醒！那小孩没有睁开眼，开心心亦或是怯生生地叫他哥哥。他仍是那么乖巧安静地缩在他怀里，小脸冰冰凉凉地贴在他手心，那么小那么小，轻飘飘的。阿成，阿英，踏水声传来，无比熟悉的呼唤传入江澄耳中。他猛地回头，阿爹，我们在这里，你快看看魏无羡。魏无羡他，江丰眠与蓝启仁连带一众少年赶来。给我来。江丰眠在云梦生活了小半辈子，自然经验老道，当宗主的人也比他10几岁的小儿子稳重得多。接过浑身发冷的小家伙，大手托着小魏婴的身子面向下翻过去，一手托住胸口上腹，一手拿捏着力道不轻不重的在那窄小的后背上拍着。小家伙无知无觉任由他摆弄，像是个精致的瓷娃娃。随着他的动作而垂下的短小的四肢一颤一颤的，整个小家伙软绵绵的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快活劲儿。众人呼吸都屏住了，紧紧盯着那方才还笑得开心的小团子。嗨，所幸这孩子身量极轻小，一下被冲到岸边并未呛太多水，被拍了几下后便剧烈的咳起来，小嘴中呛出水来。江丰眠直到他水呛出来的差不多了才将他翻过来。小家伙还在不停咳着，一张小脸憋得红扑扑的，眼角都咳出泪了，尤为怜人。鼻梁眉眼处仍是清白，明显是寒气入体了，似乎是难受的紧，也是冷得很，亦或是真的吓到了。小家伙闭眼萎缩在江丰眠于他而言极其宽厚的怀中，小小的身子不住的发颤，呼吸急促，一腔一腔的，眉头轻轻蹙着，时不时发出奶猫似的呜咽。往日绵软温热的小脸蛋冻得发冷，软软贴在江丰眠修长有力的手掌上，也只占了半壁江山，更显得这小家伙真的只有很小很小。江丰眠自己有2个孩子，是固有之子如己出，怎看得了这个？当下心都跟着发颤，不是滋味的很。想快些将这奶团抱进怀中捂着暖和暖和，又看那宽大湿冷的衣服阻碍着小家伙的呼吸，急忙要扯开外衣。可他毕竟不是蓝家人，一时竟不知如何下手。我来。蓝启仁忙上去极其麻利的2、3下解开小魏婴的衣襟，将紧紧贴在身上的外袍扒开，将厚重的衣料除去，脱去宽大的外袍。蓝启仁和江丰眠一愣，这是被遮挡住的小手露出来，那双手小的只够勉强握住江丰眠的拇指，早已被冻得发紫，细嫩的皮肉被刮出细长的血口泛红。眼下右手正紧紧攥着一把被水流冲的支离破碎的小白花，仅供辨认的几片花瓣可怜兮兮地粘在一起，残破的不成样子，却被他极其珍重地稳稳抓在手里。就算此刻那孩子已经神志不清，仍未放开。江丰眠将那仍在颤抖的小团子放到蓝启仁怀里，脱下自己的外袍裹住那只穿了中衣的小家伙。蓝启仁立刻将那一团严严实实地捂在怀里，捏着他细小的手腕探了探，缓缓送入一股温和的灵力。小团子缩了缩身子，抓着花的那只小手无意识地放在心口最安全处，似乎是怕人碰坏了那娇嫩的花瓣。江澄忽然回过神，猛地抓住江丰眠的手臂，阿爹一。魏无羡的后脑好像磕伤了，情急之下抛弃了规矩的称呼，一声阿爹脱口而出。怨不得他着急，习武之人都知道，后脑是人身上极其脆弱而致命的地方，大人尚且如此，何况是这么大的孩子呢？什么？说有人俱是一惊，蓝启仁连忙托起那小小的身躯，手小心地摸向那被灵力烘干而蓬松的脑后，细细的血丝挂在指尖上。蓝启仁呼吸一滞，
只觉得指尖似被火舌灼烧着一般，却仍是快速镇定下来，将怀中瑟瑟发抖的小家伙迅速抱起将胸，事不宜迟，得去医舍。小镇的集市颇为热闹，糖葫芦嘞，来瞧一瞧看一看哈，卖完就没了，今年最后一批嘞。蓝忘机驻足，转头看去，晶亮的糖浆裹着鲜红的茶籽，藏在糯米纸下，朦朦胧胧透出几分亮色，诱人又可爱。小公子要来一串不？这是今年最后一批啦，过几天天热，糖浆就直化，做不成啦。这批卖完就没了。小贩见那神仙似的小公子看着糖葫芦，马上噼里啪啦地推销着。常年混迹街头，倒也不怕蓝忘机一贯不变的冷淡面色，说到底还是个孩子嘛。蓝忘机抿了抿唇，想起家中那心心念念着糖葫芦的小团子，不由得觉得心头一片柔软。可这糖葫芦着实不方便携带，若是用手拿着，不免沾了灰土，吃了坏肚子。多谢，不必了。蓝忘机一想那东西这次不买就没了，便遗憾万分，可惜了，本想带那小团子哪天下山玩，也如愿吃到糖葫芦，不方便带的。蓝忘机垂眸，不去看那糖葫芦。阳光疏疏落地洒着，年纪不大的少年半个身子着在槐树的阴影里，一言不发。街上的热闹他不去看，似乎都与他无关。他抬脚要走，可又似乎极为犹豫和不忍，低眸散了一眼那依旧晶亮的糖珠。眉目俊的比画中的神仙还俏上几分，只是过于年轻，而脸蛋上依旧残存着稚气。不过13、14岁的样子，却已经能背着长剑斩妖除魔。而这么厉害的小公子，此刻正似乎极为失望的，因为不能买糖葫芦。小贩自己也有孩子，看着那张俊美白皙的小脸，竟然生生看出了极大的落寞和遗憾。再一想自家孩子，心中忽然生出一股子不忍。小公子留步。蓝忘机一顿，诧异的转头。小贩摘了2串糖葫芦递过去，小公子可是出来急了，没带银子。没事没事，这2串当我请你的了。蓝忘机没想到，刚要推拒，小贩又道：莫客气，小公子给我们降妖除魔，保我们有太平日子过，这是应该的。不等蓝忘机说话，他又热络道：我自个儿家也有娃娃，比你小多了，也就桌腿高，可喜欢这个了。小孩子都喜欢这个，小公子拿着吧。蓝忘机想他误会，忙解释：我是给人带的，不是我。小贩把那沉甸甸的糖葫芦塞给他，随口道：给朋友带，拿着吧。蓝忘机忙要还给他，